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在帮云韵成为花宗宗主之后，并没有急着离开花宗，而是让云韵给他找了间密室，准备吞噬炼化药老给他的古灵冷火。现如今，萧炎已经掌握了3种异火，而古灵冷火的等级并不算很高，所以这次的炼化还算顺利。萧炎有把握可以在1个月之内成功的炼化古灵冷火。伴随着他的炼化逐渐进入正轨，禁室中的温度也越来越高，就连萧炎盘坐着的石床也融化了大半。禁室外面的院落中，纳然嫣然十分焦急，都快1个月了，萧炎至今还没有出来。云韵嘴上安慰着他，但心里也十分担心。禁室中弥漫出来的能量越来越炽热狂暴，这种变故已经引起了花宗长老的注意。经历过上次萧炎施展恐怖火莲的事后，他们有点怕萧炎又搞出什么事，将花宗破坏成一片废墟。云韵费了不少口舌，才将那些长老的担心平复下去。但再这么下去，他怕是压不住那些想采取手段的长老了。就在云韵以为今天还是老样子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脚下传来一阵震动，寂静许久的禁室也传出了极为剧烈的能量波动。动静太大，云韵3人不得不离开这里，飞上天空。他们刚上天，禁室就砰的一声爆炸了，天地间的温度急速升高，一道长啸直冲云霄。花宗的长老们被惊动，在感觉到萧炎4星巅峰的气息后，所有人都忍不住轻吸了一口凉气。要知道1个月前，萧炎还只是2星斗尊而已，这种提升速度实在是太过恐怖。天空上涌出层层厚实的乌云，狂风大作。花宗的大长老目光突然转向萧炎所在的地方，这种天地异象实在是像极了天阶功法出世的样子。大长老的脸上满是凝重和震惊，自创天阶功法或者斗技，放眼整个大陆也没几个人能办到。原本他对萧炎的客气还是看在药老的面子上，但现在萧炎给他的惊喜让他不得不正视萧炎这个人，也让他下定决心要让云韵和萧炎交好，这样才会对花宗有利。天空上的萧炎袖袍一挥，温暖的阳光再度出现，他看向自己的手掌，再度运转起焚诀，感受到天地能量的波动。萧炎能够确定现在的焚诀已经突破了地阶高级的层次，但与真正的天阶功法还是有一点差距，算是准天阶功法。萧炎在发现吞噬古灵冷火只让他提升了2星多的实力后，有些沮丧。看样子以后吞噬的异火要专门找那些排名靠前的才行，但异火又不是大白菜，哪有那么好找？就在萧炎沉吟时，云韵出现在他面前，无奈地问他要在这里发呆发多久。萧炎冲云韵笑了笑，一把握住他的玉手。见萧炎在大庭广众之下又这样，云韵脸颊绯红，羞恼着骂萧炎小混蛋，耍流氓还耍上瘾了不成？萧炎一愣，他只是想帮云韵看看他体内的斗气封印而已。云韵怀疑地盯了萧炎片刻，才不再挣扎。萧炎的灵魂力量进入云韵的体内查看后，脸上多了一分凝重。按照药老所说，花婆婆是一位实力在8星甚至9星的斗尊强者，她的毕生所留足以将一名寻常的斗尊强者震得粉身碎骨，而她设置在云韵体内的封印极度强横，凭借云韵的实力，想要破解封印，将这些斗气纳为己用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。萧炎想让云韵早日炼化这些斗气，不然遇到一些实力强悍的人，恐怕会不顾他的性命强行取出斗气。但并不是云韵不想提升炼化速度，而是他拿那个封印毫无办法。看到云韵的表情，萧炎让他放心，封印的事情交给他，不将这个事情解决完，萧炎也不会放心离开。云韵一时头脑发热，将萧炎带进了他的闺房。萧炎一脸古怪地跟着他直奔云韵的床榻，他让云韵忍着点痛，等下他会强行将封印撕开一道裂缝。云韵脸颊绯红的点了点头。萧炎抛去心头的杂念，双指并驱，一缕紫褐中带着丝丝深白色的火焰浮现。萧炎双指重重地点在云韵的后背上，云韵后背的衣衫瞬间化为一片灰烬，露出她动人的曲线。突然凉爽起来的后背也让云韵脸颊瞬间涨红，惊叫了起来。萧炎让云韵凝神护住自己的经脉，异火在萧炎的控制下狠狠地对着那道坚固的封印撞击而去。封印出乎萧炎意料的坚固，源源不断的火焰涌进云韵的体内。云韵紧咬银牙，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萧炎察觉到自己攻击的那一处封印有所波动，一咬牙，一股异常浓郁的火焰猛地闯进云韵体内。
这次的撞击前所未有的强悍，云云的脸颊瞬间苍白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但她的气息并未因此萎靡，反而有一股极度强悍的斗气从她体内暴涌。萧炎的手指被这股斗气深深地震开，云云感觉到体内的斗气裂开，一脸欣喜地看向萧炎，却发现萧炎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看。云云一愣，发现自己身上的衣衫因为斗气的溢出彻底裂开，一时间玉体横陈，春光动人。云云脸颊通红，玉手猛地一挥，用被子将自己彻底包裹住。她抬起头瞪了一眼还看着自己的萧炎，萧炎干咳一声说：“这不关我的事，是你自己挣开的。”云云看着眼前这个占了便宜还喊冤的人，忍不住一阵气血上涌。萧炎连忙转移话题，问他感觉怎么样。萧炎撕开的裂缝中，斗气涌出的速度正好在云云能够炼化的范围中。若是云云能完全炼化这些斗气，说不定日后再遇上个大机缘，达到斗圣也并非不可能。云云还真没想过要达到那个传说中的高度。萧炎开玩笑地说，他在中州的仇家不少，而且个个都十分凶悍。要是云云日后成为斗圣强者，他也好在大树底下乘凉。云云看着面前的萧炎，所有人都只看到了他表面的风光和成就，但却忘了萧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和心血。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云云的脑海，她有些心疼这样的萧炎。云云将整个身体都缩进被子中，说自己会尽快炼化花婆婆的斗气，也会花心思慢慢控制住花宗。萧炎愣了愣，明白了云云这句话的意思，他一时间有些无言而对，毕竟最难消受的就是美人恩。就在气氛越来越火热时，萧炎拿出他炼制的离火丹交给云云，让他日后炼化封印的斗气时服用一枚，这样不仅可以帮他加速炼化，还能让他的斗气越发精纯。萧炎准备明日便离开花宗，他怕在这里停留太久引来魂殿的强者，到时候反倒会将云云和花宗拖下水。他让云云日后若是遇到不能解决的麻烦，便去星陨阁找他。望着萧炎离去的背影，云云也下定决心要努力提升实力。原本他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度过以后的日子，但萧炎的再次出现又搅动了他的心。既然无法摆脱，他便为了萧炎尽力一回。他知道萧炎背负的太多，他也想帮他分担一点点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